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。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我们两个就在这浩瀚的星辰能够相认，你该信我心的缘分无可否认，也经历了扰扰纷纷，能不能珍惜未来所有点点滴滴。You came into my life and I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alive. You got my heart, got it burning like a fire. Cause when I'm with you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。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一起吃饭、散步、聊天。你怎么来啦？刚才吃了好吃的蛋糕，所以想起你。谢谢。其实你可以先打电话给我的啊。昨天看你没回我信息，所以以为你会接我电话。对不起啊。是不是我之前说错了话？其实，玲玲，妈，这位是安迪你好。妈，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看。我想要把他给看清楚，免得又看走眼。Steve， 你不会介意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不会，我习惯了。习惯了。哦，我是说，反正人嘛，不就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那很正常的。你就是那一天林丽相亲时帮他解围的那一个 boyfriend。都说了，他不是我的男朋友。那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结婚了吗？有没有女朋友？我没结过婚，目前单身。哎，立交，哎，这么巧啊！是啊，这位是我是 Steve， 你们好。他是你女儿的男朋友？不是，我们只是朋友。暂时是朋友，以后就很难说了。既然那么巧，不介意大家一起坐吧？哦，好啊，坐啊。Steve 真是一表人才。对了 ，Steve，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哦，我是做服务性行业的，什么服务性行业啊？专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特殊服务。不同客户有不同的需求，我的工作是想办法解除客户的要求，还有压力。
不同的客户会有不同的需求吗？还要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压力，从而满足他们的需求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心理医生。安迪，你真聪明。哦，原来是心理医生。那以后我们要是有心理问题，可不可找你看诊？你才是没有问题。那当然，你们是安迪的朋友，自然就是我的朋友。原来你是心理医生啊？之前没告诉你，是怕你每次见到我都会有戒心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把心理医生当成 scanner， 怕自己会被看穿。我明白。刚才我妈还有那些阿姨一直围绕着你问问题，你一定觉得很烦吧？不会，他们和我的客户，我是说病人都差不多。总之，谢谢你。我们之间能不能不要那么客气啊？不是说谢谢，就是说对不起。我之前一直没有回你简讯，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次见面，你都会看到我出糗的样子，我真的觉得很尴尬。有吗？有啊，我想起之前酒店对你做的那些事情，真的。你又想说对不起啊？以前的事就别再提了。幸好那天你遇上的是我，至少有需要的时候我在你身边。看你这样的反应，你是不是也对我有点好感？我每次在你面前就好像个大傻瓜，也想要在你面前表现最好的一面，就越会丢脸。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，相信在感情上都有受伤过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特别珍惜我们的关系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关于爱情，你是选择继续等待，还是选择妥协将就？我想，我宁愿等一个对的人，也不想爱错一个。Steve 啊，真的很不错的，个性沉稳，对老人家又有耐心。你都不知道，林丽相亲之后啊，那个姚太啊，每天都讲一些难听的话。今天 Steve 啊，总算为我们母女俩争回一口气了。他真的那么好吗？一定是装给你们看的。如果你有看到他，你也会觉得他很不错的。以我看男人几十年的经验呢，我看得出 Steve 呢对林丽是有意思的。我女儿就是我女儿，有我当年迷死男人的风范。哦，轻一点。他喜欢林丽，又不代表林丽会喜欢他。你怎么知道林丽不喜欢他？我就是有那种感觉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怎么我女儿有男朋友，你好像很不开心啊？我只是觉得交男朋友要慎重。哎，女儿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对呀。所以那个 Steve 他到底是谁啊？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吗？他不是我男朋友啊。你没有跟人家去吃饭看电影啊？你还陪他去吃饭看电影？你们可以让我一个人静一静，好好的享受我的香饼吗？不可以。你是不是还放不下陈实？阿姨，他只是不喜欢那个 Steve， 不是放不下陈实。你还想静静？那个 Steve 啊，年轻帅气，又是医生，条件这么好，为什么你不考虑一下？难道就因为对方条件好就要喜欢他？不是因为条件好就要喜欢他，但至少也要给人家一个机会吗？可是感情是建立在两个人相处之后对彼此的感觉的，而不是别人的眼光和条件。理论是这么说，但是再拖下去，我女儿的年纪就越来越大了，到时候没有人照顾她，谁负责？我负责。讲话是要负责任的。Stop，
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负责 ，OK？OK？你们不用为我担心 ，OK？小孩子不懂事，不要乱讲话。来，就在这条小巷。哦，你成绩这么好，我还以为你下完课都在狂读书哎。哎，我成绩好是因为我上课专心，而且我特别聪明。那就谢谢你了哈，明天一定把货送到。一定啊！拜拜。阿亮，哎，陈实，嘿，什么时候回来的哈？才回来几天，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哎呀，还是老样子啊。哎，玲玲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？我们离婚了。哦。哎，给你介绍，这位是玉婷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不要站在这里吧，来进去里面坐。哎，来呀，来。哇，阿亮啊，你的生意是越做越大了啊！哎呀，多亏老街坊的帮忙啊。哎，上次啊，你妈介绍朋友过来啊，还帮我买了一套木质家具呢，谢谢她。哎，好眼光。这个是琉璃大白菜，有好彩头的意思。哎，很多老人家都喜欢买回去当摆设，哎，讨个吉利嘛。你妈上次也是看中这个好彩头，只是当时她没买，说留给下个有缘人。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把它包起来好不好？阿妈，你不开心啊？我有什么好开心？玉婷姐怀孕啦，而且还很可能是男的哎。你和阿公不是一直都想要一个男生吗？要是你妈咪怀孕，我就开心。现在你爹地和阿公啊，把他当成是好人，把我当成是坏人，我说什么他们都不听。阿妈，你不认玉婷姐，那以后你会不会不认她的孩子啊？这个问题很难答，更容易一点的。那以后你会疼我还是疼她？小个，你乖我就疼你，你不乖我就不疼你。爹地，妈，爹地，你怎么那么久才回来？刚刚去买了一点东西。哎，对了，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糕点，谢谢爹地。去吃吧。妈，玉婷她也买了东西给你。又不是过年，买什么东西？妈，我来帮你。安哥，这是给你的；安弟，这是你的。爸，玉婷就是知道你经常腰酸背痛，所以就决定买这个给你。谢谢你啊，玉婷。这个按摩器我知道，那个老张啊，每天狗屁的时候都会跟我炫耀，说他女儿买一个给他。明天我也可以带出去跟老张说，我的媳妇送给我的。阿公现在有了这个按摩器，以后就不用我帮你按了。机器怎么比得上你的双手啊？等你手累了，我才用机器。好。哎，妈，玉婷也买了东西给你，你看看，保证你会喜欢。安弟，这是我小小心意。人家都买了，你就开了看看喽。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什么好彩头变成烂菜头，真是触霉头喽！对不
不起，安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。肯定是刚才我搬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打破的。你不用替他说话，我知道他是故意的。不是，我知道你喜欢这个，是，我是喜欢，但我喜欢不代表我一定要占为己有。妈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老是喜欢破坏别人？为什么老是看不得别人好啊？哎呦，老德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有说错吗？这口气呢，我忍了很久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话说清楚。我没读过什么书，我也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我也是别人的老婆，我知道要维持一个家非常不容易。我每次看见你，我就想起林丽，我想起你们两个当初是怎么样对她的。老德，还有你啊，当初林丽是怎么样对你啊？啊！现在你转过头看见别人怀孕了，你就什么事情都忘记了。我老实跟你说，我不能接受你这样的女人当我的媳妇。或许你们会觉得我很不近人情，但是做错就是做错，不要以为时间过了久了，别人就要忘记你做过的事。人家可能是不小心，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呢？你还说啊？怎么啦？走来走去走了很久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来，坐。是不是那个女人欺负你？不是，那到底是什么回事？其实那个好彩头是我打破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拿糕点的时候不小心摔烂了。那你为什么刚才不说？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那么严重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姐弟，他只是个小孩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怪他。他只是个小孩，他不懂事。可你，我怎么了？妈，你错怪玉婷了。所以，你是要我向他道歉？是你教我们的，做错就得要承认，不是吗？妈，我一直都很敬重你，我知道我对不起玲玲，我知道我这个错，大概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弥补。我也知道你很难接受玉婷，可是现在玉婷她肚子里有了我的孩子。我是男人，就必须要承担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明年带她回新加坡，之后会把她接回家。至于你能不能够接受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妈，怎么办？爸，可以了，不用送了。这些你们带回去。谢谢。阿公，阿妈呢？阿嬷一大早不知道去哪里，在忙什么？你们不用担心，这些东西是他让我给你们带回去的。他还说，等过几个月家里没这么忙，就去找你们。爸，那我们走了，你多保重啊。
老公，拜拜。拜拜拜。我交代的东西，你有没有跟他们说啊？刚才又不来，现在走路才紧张。哇，真舒服啊！你要不要试一试？不是，要是你自己试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有喜欢的人了？这有什么好惊奇的？他是谁啊？是不是那个你住在他家的那位女生，叫什么田的？哎，你不要乱说啊！怎么可能会是他？那到底是谁？你都不告诉我你喜欢的人是谁，凭什么要我告诉你？你喜欢他多久啦？他知不知道？应该不知道吧？原本我是想一步一步向前进。你该不会遇到情敌了吧？动作太慢，很容易让人捷足先登的。动作太快的话，也有可能被打回原点，甚至变得更糟。你真的那么喜欢他？我每次都会想起他，他难过的时候，我也会难过。是啊，他开心的时候，你也会不自觉觉得很开心，然后想要一直陪在他身边。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会很在意。没想到，我们两姐弟竟然同病相怜啊！为什么突然约我来这里啊？天气那么好，不出来玩，不是太浪费了吗？我看我还是不玩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来，小心点啊！You're making me light up, and you're making me burn right up. You got me under a spell, I just can't fight when sparks fly. 脚收紧，把脚伸直啊！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下次如果你脚抽筋的话，不要紧张，先坐下来，然后把脚掌往上撑，这样应该就会好一些。谢谢。张东升啊？啊？你怎么没交女朋友啊？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啊？姐姐关心弟弟不行吗？真的就是这样而已啊？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？没有啦。你真的没有喜欢的女生吗？有啊，但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。那你为什么不向她表白啊？如果对象是你，
会喜欢像我一样的男生吗？来，各位，今天 YY 请客哦。来吧，谢谢 YY。不客气，不够再跟我说啊。不好意思，迟到了。Hello。早。早，都已经下午了。哎，你不是因为我迟到10分钟，在故意讽刺我的吧？那你的下午茶，还有咖啡。你放心好啦，里面没有毒，我也不是故意买给你的，我是买给所有同事，顺便多买你一份喽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对我这么好的。谁说的？哎，嘉玲。文玉。嘉玲。我今天请她来做我直播的嘉宾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会啦，欢迎都来不及了。哎，你吃了吗？哦，还没，我刚才从另外一个场赶过来的。哦，那吃这个吧。吃这个吧。谢谢。怎样？好吃。啊，对，还有咖啡。谢谢，你真贴心。一定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明。那在我身边呢是位非常漂亮的美女，她是陈嘉玲小姐。Hi，Hello。嘉玲呢是一个国际 model， 她曾担任过很多大品牌的模特哦。如果你们经常有留意时装秀的话，你们应该对她不陌生。大家好，今天很荣幸呢，可以被邀请到彩妆大师的节目上，那也可以向你学习一些化妆的技巧。事不宜迟，让我来介绍今天的重点。他有什么好看的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？你不要嫉妒人家啦。怎样？我和 YY 现在很差咩？是不差啦，只不过比起人家就……你们男人就是喜欢这些做作的女生。人家哪里做作了？谈吐得宜，面对镜头又自然，果然是模特儿监管大场面。那最后我们要保留我们眉毛原来的状态，这个眉毛刷轻轻的刷一刷。你会不会觉得他们两个人登对啊？我连赶几场，肚子好饿。难怪你刚才上镜，脸好像胖了一点。真的吗？哪有啊？你没看到留言，个个都说你身材好，人又漂亮。我一直以来胃口都很大，就是忍不住一直想吃。我记得啊，你以前有个外号叫大胃王。对啊，有一次我和你们一群男生一起去吃自助餐，把你们一群男生都吓死了。其实啊，吃东西最重要的是要自己开心，别人说什么不重要的。而且有的时候也要看跟谁一起吃，但是对着你就特别有胃口。对了，你们两个都是网红化妆师，现在又一起合作，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吧？话题嘛，就不敢说了。不过我们的确是有很多火花，尤其啊是遇上 YY 这种这么有想法的女性。YY 以前读书的时候就很引人注目了，功课好又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像我功课那么差，还要你一直教我做功课。哎，其实我也一样哎，不是读书的料，功课总是记不进脑的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在读书的时候啊，只对美术有兴趣。我也是。真的。Sorry，Can I have 吃饱的这边？这么快 Happy Hour？喝酒不一定要 happy 才喝的，不 happy 也可以喝的。你不开心啊？他每天都不开心的，你习惯就好。是，我很不开心，可以吗？嘉玲，来，陪我喝。你们两个喝吧，我不太会喝酒。哎，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喝酒的。是吗？我看你那天跟我斗酒时喝得很开心的。
我突然不喜欢喝酒，可以吗？来，吃多一点。Andrew 啊，那我这里好了，半个小时后到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你送我一回去吧。送他？我怕他以为我有企图啊，想吃免费餐。免费餐？哦。我不需要你送，我自己可以回家。你放手，我自己回家。你看他这个样子，你还是送他回去吧 ，please。好吧。那就谢谢你喽，文艺就拜托你了，拜拜。哎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。那好吧，回头不要跟嘉玲说我丢下你就行了，拜拜。你走啊！回头我要是真的发生什么事，绝对与你无关。喂，你知道新加坡是继东京以外世界票选第2最安全的城市吗？更何况啊，你的长相这么安全。喂，你以为你自己长得很帅吗？我没有说你丑啊，我只是说你凶巴巴的，应该不会有人够胆来欺负你吧？不送就不送，因为我稀罕啊。好啦好啦，你最近发生什么事了？总是怪怪的啊。我们不要吵啦啊，好不好？谁想要跟你吵啊？是因为你一直惹我生气。OK， 就当做全都是我的错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我送你回家吧，我答应嘉玲要送你回的，我一定要做到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又发什么脾气啊？你有不知道，你送我回去是为了要讨好嘉玲，可惜你喜欢人家，人家偏偏不喜欢你，你不要自作多情了。对啊，我喜欢嘉玲，那又怎样？好过你，没有人喜欢。没有人喜欢，我也不需要你喜欢我。我会喜欢你？哈哈，如果我喜欢你啊，我就是乌龟。我如果也喜欢你，我也是乌龟。去。还真的说2句就生气走了，果然叫歪歪啊，头脑歪歪的。说不理就真的不理啊！死陈明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回应 Steve 啊？他都已经那么积极表态了，你总不能不表示吧？我没想到要怎么办。哎，你生日那天，你们2个不是在酒店过了一夜吗？真的什么都没发生？没有，不可能的哦。刚才遇到烈火，居然什么的火花都没有擦出。人家是个绅士。我才不信有不吃鱼的猫，这中间肯定有问题。他样子帅吗？不是样子的问题。那我知道了，原来你心有所属了。什么心有所属啊？你家的那个小鲜肉喽？神经病！你不去上班，待在家，就是忙着谈恋爱啊？跟他是不可能的，男未婚女未嫁，为什么不可能？我跟他相差18岁啊，懂不懂 ？Come on， 什么年代了？法国总统也不是跟他相差20几岁的老师结婚吗？那里是法国，这里是新加坡，不一样。So， 新加坡女人也很不错的啊。那天到你妈家去喝酒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你没发现她看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吗？乱讲。心虚了是不是啊？有偷偷幻想过吗？幻
撞响你的头了。其实东升有什么不好啊？年轻帅气，身材又好，走过的时候都能够闻到他的青春的气息。就是因为他青春，所以我们不可能的。那么肯定？呀，林丽，你完蛋了。如果对象是你，你会喜欢像我一样的男生吗？你没发现他看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吗？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啊。你为什么流那么多汗啊？哦，天气热啊，所以我想吃冰淇淋。哦。请坚定你坚定的步伐。哎哎谢谢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家冰淇淋店啊？以前这家冰淇淋店开在我大学的附近，我以前常和陈氏去吃。你还放不下他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，都已经离婚了，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啊。林丽，我一直有件事想问你。那个 Steve， 你喜欢他吗？20岁的时候，可以为了浪漫的爱情不顾一切，但是我今年40了，不能够只要浪漫的爱情故事啊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确切的知道，谈情说爱之后，热情之后，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步？40岁的女人要的是计划，不是变化。冰淇淋再好吃，但融化了之后呢？冰淇淋融化之后还是可以冰冻的。是没错啊，但是女人的青春不行，所以我不会再憧憬不切实际的幻想。20岁的时候，可以为了浪漫的爱情不顾一切，但是我今年40了，我要确切的知道，谈情说爱之后，热情之后，下一步是什么？40岁的女人要的是计划，不是变化。我都没变，爱你这回事，整整6年。明天有空见面吗？你最好做好准备，
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。人之所以会纠结，有时候是因为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，在错的时间里又遇到对的人。也没有事情好消遣。有一个人能去爱，对不对？出门了。啊，对啊，我约了 Steve。哦。你可不可以？喂，熊哥，我知道我欠你的钱今天到期，你再给我多点时间吧，多2天，多2天我一定还给你的。你打我也没用啊！啊，我有事先挂了。喂，芳芳姐啊。东升，玲玲呢？她出去了，忘记带手机。哎呀，她一定是太紧张出去约会，才会连手机都忘了带。你也不用太伤心啦，你未必输给那个 Steve 的。你真心这么觉得？要不是那个 Steve 在他们公司周年纪念的时候带他去酒店。你说什么？哦，玲玲没有告诉你吗？那天晚上 Steve 陪了她一整晚啊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她这种离过婚的女人我最懂，现在寂寞空虚又难耐。是她。喂，芳芳姐，你知道他们在哪里约会吗？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。你要不要先接电话？啊，现在没有什么比和你在一起更重要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当朋友比较合适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关系进展得太快啊？那还是因为有什么地方你不满意的，你跟我讲，我可以配合的。是，你都很好。那到底有什么你不满意的？或许这样说吧，问题不出在你身上，是我。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，我想象不到我们2个人在一起。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精神，还有时间，你跟我说没有那种感觉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死我了？你冷静一点吧。我已经没时间了，你还叫我冷静？有什么以后再说。你给我站住！八婆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们还有话还没说清楚。你放手！要走可以，可是要先给钱。给什么钱啊？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，吃饭、聊天、散步，还跟那些安迪演戏，怎么样说，你都要赔偿我精神还有时间的损失。你知不知道我1分钟收多少钱吗？那几次约会，我就算你10千就可以了。你神经病啊！你少在我面前装清高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是不是因为我们没上过，所以你就不想给钱？那好，我们现在就上。放手！你放手！我说放手！走。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，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
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，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我们两个就在这浩瀚的星辰能够相认，你该信我心的缘分无可否认，也经历了扰扰纷纷，能不能珍惜未来所有点点滴滴？